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阿普老师，欢迎来到阿普说创业公开课。那么今天这期节目，阿普老师呢要来跟大家揭秘一个高手不愿意透露的秘诀让你呢再也不缺赚钱项目。那么咱们说如何去发掘一个可操作的项目呢？首先拥抱对手还有受众，这样的话呢你才知道挖多大的这样一个坑。然后的话呢拥抱自己，这样的话你才知道你挖得动多大的坑这是咱们举个例子打个比方好吧，不是真让你去挖坑这两句话呢单看起来让人觉得很复杂，其实呢拆分之后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什么道理？那就是看看对手在干什么，看看受众需要什么，看看我们能够做出什么。当我们呢满足上述3点之后呢，一个可操作的项目就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了。那么今天呢阿普老师就用这一套方法来挖掘带大家一起挖掘一个可操作而且有收益性的这样一个项目因为这个节目呢比较长，所以我们分成上下2篇来跟大家进行一个讲解。首先讲第一个方面，那就是从对手身上找到项目的切入点。咱们说呢，无论打工创业我们呢都注定会遇到对手。那这个对手呢也不是狭义上的这样一个同行凡是能够赚钱的人我们都可以看作是对手。那别人能够找到项目赚到钱，而我们不能，那我们就产生了一种竞争关系。而对手有项目，我们却没有项目，那对手的项目呢就是我们最值得花时间去借鉴的这样一个项目。那我们今天呢要借鉴的对象就是各大游戏公司。那么电子游戏发展到今天呢，通过几代年轻人的积累，那么游戏粉已经成为了一个数量极其庞大的一个群体那么群体基数的增加也会带来市场潜力的提升。那么火爆全网的免费游戏是如何从游戏粉身上获得收益的呢？我们入行以后都明白了一个道理，免费的东西呢是最贵的。虽然说这些热门网游呢都打着免费游戏的这样一个名号，但是其实他们带来的收益呢比付费游戏要高出好多倍那这其中的奥秘呢就是各种游戏的皮肤道具。那么竞技类游戏在游戏内容平衡的情况之下呢，玩家想要体现出与别人的不同除了自身的技术之外，那肯定呢就只能靠皮肤这样一些金钱元素来进行比较。而在普通游戏皮肤当中，官方呢又会推出一些限定类的皮肤那么限定类皮肤呢会因为物以稀为贵而升价，那其中一些年代久远的限定皮肤更是会被炒到天价。那么官方呢只需要推出皮肤这样一些用户的话呢就是说等这个用户呢来进行购买，那这样的一个项目有什么值得我们去借鉴的呢？那就是抽奖。很多游戏呢都会以限定商品为噱头，不停的去举办这样一个活动，就是抽奖那么用户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就有机会用低价去获取这个市场上呢价格非常高的限定皮肤。那这样的一个活动不管举办多少次都会有很多的用户呢去参与，这又是为什么呢那么再来说一下第二点，就是从用户的需求出发。那么很多跟运气有关的项目呢都容易汇集大量的铁杆用户比方说像这个微博的这个抽奖，对不对？比方说某牌某代表旗再比方说红包群，对不对等等等等。那其实呢这些项目呢从始至终都只是利用了一个人类永恒的弱点，那就是贪。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人呢都喜欢凭运气用低的投入换来高收益的这样一个项目，这样一个感觉而且的话呢参与者还喜欢自己在心里去安慰自己，这不是套路游戏粉同样是普通人，他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他们也渴望用抽奖的方法来批量获得限定或者是售价较高的一个皮肤那么在参与这种活动当中呢，他们的一个心理不是咱们这个就是说
我又花了多少钱抽奖了，而是我花了多少钱去抽到了价值多少的这样一个东西，我赚了多少。那么我们就可以抓住这样一个最重要的用户需求就可以了。那么另外的话呢咱们说现实的社会有再多的不公平，有一样东西永远是公平的，什么？那就是时间不管你多有钱，也不管你多穷，每个人每天他就只有24个小时。你怎么利用这个时间，你将收获什么样的结果？你把专注点放到吃喝玩乐上面那么你收获的很可能是在充实快乐假象之后的这样一个空虚。那么你把这个专注点呢放在提升自己上面呢，貌似很枯燥，而实际上你越来越会感觉到充实和快乐，也不会感觉到空虚。那么很多时候羡慕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只有努力的去做到，你才能成为别人眼中真正的非常牛逼的人。那么上期节目呢，我们是从2个方面来切入的就是教大家如何去利用这套方法发掘一个可操作而且收益非常不错的项目。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从对手身上找到项目的这个切入点。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从用户的需求出发。那么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接着从这么几个层面来说。首先第一个，那就是从我们自身出发。咱们说做项目最关键的一点，那就是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就去挖多大的坑那么我们不是游戏公司，手里呢没有无限的游戏资源可以供应一个抽奖活动，我们也没有这样一个脸面让用户呢参与动不动呢就是几百上千的这样一个活动也就是抽奖的一个活动。所以说我们要做的呢，就是将这个项目呢降低一个维度，用力打击痛点来这个吸引用户那么很多游戏的话呢，都有一个叫做 CDK 的一个东西那么玩家呢可以通过这样一个 CDK 的一个代码直接呢领取相应的游戏道具。那这个东西的话呢，其实它也分成3、6、9等。那么有的 CDK 的话呢，可以领到永久性的这样一个限定道具，那么有的只能够领到期限性的这样一个道具。那么根据这个 CDK 它提供物品的这样一个价值，那么其自身的一个竞价呢也会有所不同。但是不管定价多少，实际的竞价都远低于市场的价格，那我们就可以呢以这些以这个 CDK 搭建奖品池然后来进行一个游戏道具的抽奖活动。不过用户为什么不直接去官方参与这样一个活动，而要参与我们的这样一个抽奖呢？因为便宜对不对？在官方的这样一个活动当中呢，玩家依然有大概率抽出期限道具这样一类廉价的用品，并且呢官方组织的活动单次其抽的价格的话呢，一般都在20块钱左右。想要获得官方提供的保底机制，那更需要100元起抽那我们就可以呢靠着低竞价把这个抽奖单价设置在10块钱以内。这种只要几块钱的一个活动的话呢，很多用户他会因为付出不大而愿意试一试，并且的话抽不到好的奖品也不会引起用户的强烈反感接下来我们再来讲一下关于一些细节操作部分咱们说整个项目的主要流程比较简单，那我们现在来聊一些细节的地方。那么这个项目呢主要用的这个载体呢就是游戏类的某众号，某代表公那我们可以选择跟这类某众号合作，或者是我们自己搭建一个专门用来抽奖的一个某众号。不过呢选择某众号为载体我们需要注意伪装。如果说是其他的游戏公司的这样一个游戏还好说，在企鹅的平台下面呢做企鹅的游戏肯定会受到监督的比较常用的伪装方法就是通过搬砖这样一些手段。那么将自己的某众号伪装成一个游戏类相关的一个内容的某众号。那至于除开这样一个某众号的其他平台，因为难以搭建我们跟用户之间的信任度，所以说就不做推荐了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自行去研究一下。
用来抽 CDK 的这样一个抽奖程序啊，跟普通的这样一个抽奖小程序不一样。但是这种程序的话呢，这种程序它也不需要什么成本，花一点钱找人制作一个简单的抽奖的 H5 的一个页面，好吧？然后的话呢是奖品池的一个问题一个活动如果说只有比较廉价的奖品，那会逐渐的损失用户的积极性还有信任度。所以说在奖品池搭建上，我们不能一味的去贪图高利润呢，我们还需要呢通过成本计算之后，适当的加入一部分中等价值和高价值的一个奖品。那么最后呢，做这个项目跟打卡类项目一样需要一个启动流量。不过呢，这个项目所需要的游戏粉比其他项目呢要容易解决。如果说我们想要追求进度，可以直接找到媒体定点投放广告比如说这种游戏相关的主播，每个视频的播放量都在10万以上，那么这些观看流量全部是最为精准的游戏粉。我们如果说用一次免费抽取的噱头来吸引用户进入到某账号进行后续的一个转化。其次的话呢，各大游戏的贴吧、兴趣部落都是比较理想的引流渠道。那么这些渠道呢，阿普老师在以前咱们也介绍过的不过的话呢，可能还有很多用户没有掌握好在这些渠道引流游戏粉的方法。在这里阿普老师呢给大家举个例子，游戏粉和二次元粉有很强的共同性我们可以找到二次元粉的需求，并且用免费的资源来引诱他们，然后的话呢再对他们进行一个变现转化。那么看似多了一个步骤，但是呢我们先免费满足了用户的一个需求，当他们发现呢可以在这里用超低价去满足第二个需求以后会比我们直接转化变现更加容易接受一点。那么二次元粉有什么需求动漫和包括这个漫画，对吧？相比于动漫能够在很多网站上免费观看，那么漫画呢却是各大网站的付费产品，并且一些国外的漫画在国内主流的漫画网站上面也不流通，而提供这样一些漫画资源的网站呢又会放入大量的 CPA 广告，影响用户的观看体验。那我们就可以靠着这样的一个科技辅助，免费下载这样一个漫画资源，在整理之后呢作为诱饵来对二次元粉呢进行一个引流。那如果说这个操作我们能够完善执行的很好，更好的话呢，那我们搭建的某账号在以后就不单只是一个靠游戏道具去抽奖来盈利的某账号，我们还可以呢转为漫画的这样一个某销、某代表分或者是二次元商品卖货的平台都是可以的。那么好了，今天这期节目阿普老师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你们对这个项目感兴趣，可以把上期节目找来一起听一下因为上下是一个整体，好吧？另外呢，说句题外话，有任何问题或者是不甘现状的朋友，可以关注阿普老师的某账号某代表工在某信或者是百度里搜索阿普说创业5个字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呢大家来给我留言私信我会每一天呢抽出时间跟粉丝朋友去互动，帮助大家解答疑惑，提升赚钱的能力和格局。那么也欢迎大家滑动到屏幕最底部，点击订阅我们的节目关注阿普老师，加入我的圈子，交流学习，共同进步。好了，这里是阿普说创业，我们下期见。